Hello， 大家好，我是郭巴老師，努力用機 Sam。中橫環半島的第二天，我們從魚池出發。第一站，我們來到了日月潭的文武廟啊，我們沒有進去拜拜哈，但是呢，覺得風景很好，所以在外面這棵松樹的下面呢，拍了很多機車美照，很帥吧？拍完就差不多7點了哦，這跟我們的規劃蠻接近的，因為呢，今天要上武嶺，所以呢，我們7早8早的就出發啦。不過早上出發的第一件事呢，果然還是要這個填飽肚子哈，所以呢，我們就先來到了昨天有來過的南投埔里的鎮上，先來買個早餐啦。你好，餐是什麼？我要外帶的，要甜的，1个，好，謝謝。對，來到了南投埔里呢，就想要來吃它的這個鹹油條。其實吃起來的口感有一點點像麵包了哈。然後又再次來到昨天來過的魯伊薩，詹哥已經先來這邊待命啦。嘿嘿。去那個山上，那個山。好的，吃完了早餐，我們才正式踏上了台14線，開始了今天一整天的機車旅行啊。從埔里走這個台14線，然後呢再接台14甲上去這個武嶺啊。這條路線呢，我想是非常多人騎車一定要去走的經典路線。那如果要說我跟大家騎這條路線有什麼不一樣的話呢，那就是我很在意時間，就是呢我很希望早一點越早越好，早一點抵達武嶺啦。所以這個中間的路程呢，我大概就是騎車看過去像這個老英格蘭莊園民宿，哇，這個很漂亮的一個小城堡啊，我就是這樣子騎過去啦，然後希望能夠早一點點抵達武嶺。那有2個優點，第一個就是早一點去武嶺的話呢，就比較不會塞車啊。第二個呢，就是如果早一點到武嶺，你比較不會遇到白牆，你才能夠看到真正的好風景啊。就這樣子一路騎到了翠峰也就是台14甲18公里處。我們在這邊稍微停下來上個廁所，前面那邊下面就是廁所，雖然不是特別乾淨，不過呢還是可以用了哈。還有重點呢，我要在這邊穿一下衣服，因為真的是越騎越冷。哇，大家看我們那個後面那個雲那個我們已經騎到了雲上面了，所以這個海拔真的是蠻高的，應該這個時候也有2000多公尺了。所以呢，穿着這個洞洞的這個防摔衣是真的擋不了風啊，太冷了所以呢就穿上了那個之前本田的活動送的一個小風衣，哇，這樣子騎起來就還蠻剛好的。大家看我們後面那個高山峻嶺，真的是非常的帥氣啊！騎武嶺這一條路呢，真的我也覺得也可以說是百騎不厭了哈。然後不知不覺就來到了鳶峰，這邊是這個什麼暗空公園。不過今天是陽光明媚，你看這個早起呢就是有這個好處，對不對？今天呢，我們那個蠻早就出發了，中間還好沒有遇到什麼龜車，一路都蠻順的，然後天氣也不錯，哇，真的是非常的感謝啊！那騎着呢，我們終於來到了重點停靠站也就是昆陽。這個比起剛才那個鳶峰昆陽的視野是更好。然後呢，反正我們在路邊稍微停一下，走下來看個風景，拍個照，就是很快就會離開啦。哇，大家看這邊，哇，這個蜿蜒的公路真的是絕景啊！我是沒有空拍機啊，不然的話呢，這個稍微飛一下一定會更漂亮。不過這樣就已經很美了啦哈。趕快拿出郭巴大哥借我的單眼相機呀！哇，這樣子拍拍美照，真的不枉我們騎了那麼遠的山路，來到了這個昆陽停車場。不過我們沒有停進去了哈，最近這個
合歡山上面的停車場都變成要收費的，我們想說簡單拍個照就走了。好，那接下來正式的要前往武嶺啦，最後的2公里也是最精華的路段，這邊的高山的景色哦，這個山的這個直批哈，哇，真的是別的地方找不到，讓你1秒到歐洲啊！所以呢，這邊我放了蠻多的片段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有時候都会觉得蠻羨慕台中或是南投的車友，因為如果我家住在那邊的話，我一定會常常上來武嶺。真的騎上來也不是說特別遠，但是它這個 CP 值實在是太高了。只是我們從台北過來的話，就要先有一個移動日啦。好，終於來到了合歡山的武嶺牌樓。那這邊的停車場呢，我覺得很不錯哦。重機它一樣就是機車，就可以從這個機車入口進來啦。應該是委外的啊。來了來了。合歡山出體驗。啊，百看不厭的風景，三連峰。那邊是合歡北峰的樣子。啊！武嶺解鎖耶！這一次是詹哥人生中第一次解鎖武嶺啊！他以前開車也沒上來過，只有開到清境，所以呢，跟着新車友一起上來，就是覺得蠻新鮮的，有新的成就感。至於我呢，也解鎖了一個武嶺亭即時影像的成就啊！終於在這個畫面裡面看到即時的自己啦。當時我記得才早上10點多哦，所以呢天氣都還蠻好的，還沒有雲層湧上來啊。雲層上來的時候可能有另外一種美吧，但是我比較喜歡這個樣子。準備要離開停車場了，這個機車不管大小 CC 數都是一次20塊，只要你能夠從這個棒棒糖中間走得過，就可以騎進來啦。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正確的做法哈，機車就是機車，為什麼要跟我收汽車的錢呢？對不對？好，那我們就從這邊呢下來水晶宮，然後呢抵達了這個岔路口。誒，這邊我們看到左邊有這個老人家，他們要過斑馬線，即使是在3000公尺的高山上，我們還是要禮讓行人啦。這一段一直到小峰口的台14甲線風景非常漂亮。而且呢，剛好是順光，所以呢，哇，拍起來真的很舒暢，好像呢在貼地飛行一樣。哇，真的多虧了現在這個運動相機的科技了哈。這樣騎着騎着呢，就來到了合歡山管理站了。那我們就在這邊稍微坐一下，吃點東西吧。这個山下買的魯伊莎，山下買的魯伊莎膨起來了，讓我來讓它解脫。哎呦呀，那就可以11點半再出發。照就是這麼麻煩。哎呦，帶我兒子去吃壽司吧。大家不要看現在是豔陽高照哦，其實現在氣溫還是蠻冷的，所以呢，除了防曬之外呢，大家還是要記得防寒。那這是我們早上的冰咖啡，在這邊吃一點餅乾都膨起來了哈。然後大家看我這個樣子，其實我是在學里奧納多啦。我們在這邊做了比較長的休息哦，因為瞄準好時間，12點經過關原就可以一路騎下去太魯閣啦。這邊要介紹一下哦，這一次的這個旅行啊，一個大工程就是我們的 Cardo 安全帽藍牙耳機。
這次的旅程多虧了 Cardo 藍牙耳機哦，它不僅是聲音清楚，電量還特別長。每次那個騎到晚上的時候回去充電，大概都還有75%到50%哦，所以覺得一整天的這個通話呢，除了很清晰、很暢通之外，電量的消耗還特別的少，真的覺得是一個很不錯的耳機呀。待到了差不多11點半，我們就再次的整裝出發。因為在大地震之後啊，太魯閣好不容易那邊的路況已經通了哈，然後呢有很多的管制，那我們都是第一次經過這些管制口啊，所以不是很清楚狀況，還是提早一點比較好。那也多虧了提早一點出發的關係，到了這個點呢，哇，看起來風景好漂亮，有美景不拍是對不起自己啊。還好我們還有時間，還可以在這邊稍微拍個照，留下美好的記錄。再往前騎一點就來到大庾嶺了，哇，好緊張啊！第一次要騎機車從這邊右轉下去啊。A few moments later. 哇，正式的踏上了台八線的花蓮段，哇，心裡真的是又緊張又忐忑又興奮哦。一路的往前來到這個地方，很快就看到了是合歡派出所，這邊就是所謂的官員的管制口哦。它如果不是開放的時間是應該是關起來的哦。不過我們當天也蠻特別的啦，還沒12點，他們就是已經是開的。然後呢，我覺得我們這一趟也是很幸運哦。因為10月初去嘛，我發現呢，一路下去到太魯閣那邊，只有2個地方這邊說是有施工，那其他中間就沒有說有施工路段了哦。然後再來的就是到太魯閣口那邊去了。本來在9月份的時候呢，中間還有蠻多施工的點，哇，看來我們10月初的出發呢，時間是選對了哦。台灣最高加油站，海拔2374公尺，中油官員站。第2次經過這邊，但是第1次停留。我們來看有沒有螞蚱。那什麼？有螞蚱嗎？哪幾顆？2顆。也不好意思，1顆就好了。好，謝謝。50。一個多少錢？肉粽在那邊的。耶！第1次來官員就買到肉粽，可能今天沒什麼人來的樣子。哎呀，真是太幸運了！聽說很多人呢來官員加油站很多次都沒有買到過肉粽哈。先不管說這個肉粽是不是特別的好吃啦，但是呢，如果能夠在高山上冷冷的天氣吃一顆燒肉粽哦，應該也是蠻幸福的。但是呢，我第1次來就順利的買到了哦，真的不得不說，好像國巴老師都是運氣特別好，對不對？不過呢，事實上我覺得運氣的部分多少有。還有很多的部分卻是決定於你事前的準備哈，因為我都有提早看這個天氣預報，然後呢很仔細的觀察到底有沒有變化啊，然後呢包括早一點出門啊，才不會遇到白牆啊，然後呢西進武嶺，這樣下午經過太魯閣的時候才會順光啊等等哦，其實我都有做了很多的準備啦。哇，來到這邊叫做愚公峭壁哈，這個下面真的是一個懸崖。哇，非常的壯觀。經過這邊是碧綠神木的停車場哦，我們左前方呢那一棵大大的樹，我不知道它樹種是什麼哦，但是它就是非常的龐大，現在已經被稱為碧綠神木哦，我們就停在這邊跟它照一張相。很久以前呢，郭巴老師曾經開車載韓國朋友走這條路下去太魯閣哦。那時候他們在車裡面看到這棵樹就說，哇，這是什麼阿凡達嗎？阿凡達。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那個電影第1集裡面它有一棵他們的這個大樹，可以連接所有阿凡達的族人的靈魂吶。
這個台八線的花蓮路段呢，到目前為止都還算是綠意盎然草木蒼鬱啊，還沒有正式的進入那個太魯閣很高的岩石山跟很深的峽谷地段。經過了這邊是慈航橋，其實不止這座橋從剛才一直到這邊到等一下，沿路上都會經過好幾座紅色的這個鋼骨結構的橋。那這些橋都是跟法國的艾菲爾公司買的鋼材，也就是說，這些鋼材是跟法國的艾菲爾鐵塔用的一樣的鋼材哦。這是一個有趣但是不重要的事實。來到了洛韶，這些地名呢，以前都是在地圖上看過，哇，今天終於騎着摩托車親自的走過了，相信以後對這些地方呢會越來越有印象。其實台八線沿路騎下來啊，都蠻順的，只有剛才在西寶那邊算停了比較久，但是呢，也就不過5到10分鐘而已吧。所以今天真的還是蠻幸運的，沒有遇到太多的管制。終於到了，這邊就是天祥遊憩區，我們在這邊休息一下吧。終於到了天祥。哪裡？本來都停好了，但是因為這裡猴子太多，他們會觊觎我的包包，還是開到別的地方停站了。我來停一下。好，我們換來這邊停了。之前在別人的影片裡面看過蠻多這邊的畫面哦，但是呢，現在很顯然冷清了不少。那我們現在是在這裡。剛剛本来想把車停在這邊。獼猴很多，我們就換到這裡來了。好，等一下再走這裡，智慧橋、太魯閣智慧橋這裡往太魯閣去。哇，來這邊看溪谷，感覺可以放在這裡。對啊，我覺得可以搬出來用，都帶了。Nice 。chill。這裡比較里啊。而且比較有景觀。本來是想說呢，遇到管制如果很久的話，我們乾脆就把椅子拿出來在路邊坐沒想到在這邊派上了用場。我們就在這邊很 chill 的坐在我們的椅子上，看看風景，拍拍照。休息了一陣子之後呢，時間也蠻剛好的接近3點鐘了。我們看很多人呢都已經騎車開車過去那個管制口前面排隊了其實我覺得為什麼一定要先排隊？你找2個車位會怎麼樣嘛？反正通的時候騎過去就可以了嘛，對不對？好，我們現在就經過了這個管制口，正式的進入台八線花蓮段的下半段啦。天祥之後的台八線呢，可以說是真正的穿越太魯閣、中橫環半島的路線哇，大家看。經過這些人工挖掘出來的山洞，真的是非常佩服前人的努力非常的感謝。然後要在這樣子的天險當中非常刻苦的完成這些工程，哇，讓我們現在的人經過呢，都還可以看到山勢的險峻，看到這個溪谷的這個深刻，然後呢，還可以這樣很平安的沿着這個柏油路往前面順順的騎過去，真的非常感謝啦。但是呢，其實要在這樣子的環境中維持一條道路的暢通也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光是上一次地震之後呢，要把它修通，就花了那麼久的時間。所以每一次的騎行都要感謝這得來不易的機會
來到這邊呢，這裡是整段路程中讓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地方哦。不只是旁邊的路肩已經因為當時的落石砸壞了，還有呢，很重要的是大家看一下上面那個綠綠的鐵架，當時看是這樣，對不對？後來變成這樣，哇！10月中的時候呢，突然呢那邊出現了堰塞湖，哇！倒過來呢，把那個馬路旁邊全部都淹起來了，真的好驚訝啊！本來是這樣子的道路呢，後來水淹上來變成這樣子的道路，哇！我們真的再次的展現什麼叫做幸運哈！如果我們晚一點點才出發，晚了2周，那可能我們就遇到那個狀況，就沒有辦法騎下來啊！真的是非常的感謝啦，老天爺都讓我們一路的享受着很好的天氣，然後呢路況也很通暢哈。那通過了剛才那個路段之後呢，這邊的山壁就有比較多的樹木跟植物了，就會顯得比較俊美一點。不過還是有可惜的地方啦，像這個溪畔這邊哦，以前呢整片的湖水堵起來，是非常的碧綠色，非常漂亮的地方。那現在呢已經變成濁濁的泥漿的顏色了。雖然太魯閣還沒有修復到災前的狀況哦，但是我覺得這邊的自然景觀還是蠻值得一看的。本來是可以插到那邊，那上面那個就是長春池啊。但是現在那个，可以右轉嘛？不行了，把那邊封起來了。不能過了，應該在這邊。可以啊。本來有寫東西橫貫公路，在我們正後方這裡，但那個牌子也掉，那其實是沒有。以前大家都在這個黃色的這個曹化線這邊拍照啊，黃色這個。耶，終於順利的完成這一次的創舉哦！穿越太魯閣中橫環半島，已經基本上都完成最重要的路段啦。那心情放鬆了之後呢，我們來到這邊是193縣道，準備要來去吃一個很有名的雞蛋糕，可以說是雞蛋糕裡面的 LV 啊。那這一路上呢，都是由我們的詹哥來帶隊啦。哇！鱼刺人鸡蛋糕，它那個樹可以剪枝一下，都不剪了。哇！那我是坐這裡嗎？這也是椅子嗎？這也可以坐啊。哦，好。這樣騎也是蠻累的，早上6點，我就5點半就起來，然後6點就弄行李，然後我們就去文武廟拍個照，就7點了。文武廟啊，用單眼拍個照就7點了，然後就一路騎去那個土里沙。買那個鹹油條，吃完可能7點半，不對，加上騎車，搞不好就8點才開始上清境，上了5里，對啊，然後就衝去等12點就從官園開始往下騎，騎到天祥，等3點下來4點，差不多。哇，我們來拍一下，哇。這個是你的鹹蛋的啊，我的是什麼焦糖蘋果？這個120啊，飲料60，這樣就180。我們來吃吃看。魚池紅茶，我才從魚池過來啊。魚池紅茶這寫的啊。今天早上才從魚池過來啊。精品
雞蛋糕，它的肉桂粉蠻重的。魚刺人雞蛋糕，據我所知呢，它已經開了好幾家分店哦，但是這邊應該是總店，它是一個老屋改建的哦，那還蠻乾淨、蠻簡約的，超級有氣氛。好啦，接下來就是要前往我們住宿的地方啦。最後的一段路，我們經過了這個七星潭風景區，然後呢，再一路的騎到我們的哇哦回藍窩，應該念窩啦哈。回藍窩青年旅社這邊有專屬停車場哦，如果付100塊錢呢，你跟你朋友的重機都可以停在這個格子裡面。今天一路騎上了台灣公路的最高點，然後再從太魯閣穿越下來，我覺得這段路可以說是台灣山路的經典中之經典啊。那我們就好好休息，明天呢再走蘇花公路，一路看海，一路回台北吧。好啦，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影片啦，不知道大家喜歡嗎？如果你喜歡，記得要按讚、訂閱、加分享，還要開啟小鈴鐺。那如果你喜歡看很多機車美照的話，記得要加入我的 IG 或是臉書哦。我是國寶老師，我們下次再見嘍，拜拜，安妞。